36岁的我头也不回地回老家了，很多人不解，没有风吹日晒的生活不好吗？是的，繁华依旧，但多年高强度的创业起伏，好像每天都很忙，却好像很久没有体会过快乐了。小的时候想离开农村，为了梦想；长大了回到农村不想离开，为了找寻梦想。想听一听地头卖冰柜的吆喝声，想闻一闻微风吹过扑面而来泥土的气息，想体会一下从麦秸垛上滑下来的快乐，还想吃一口带有葱姜大蒜味奶奶切好的一块西瓜，想要找寻童年的记忆，想要找一块安静的地方发发呆，听风听雨，在这里想吃什么种什么，在这里治愈自己的失眠，在这里找寻自己的快乐。每个人都只会告诉你，你要努力，要奋斗，却没有人关心你过得开不开心，活得累不累。不管多大，我们都不要失去开心的能力，你们也一样。2021年，这里我回老家了，有我的童年。我在老家扎根了。伴随着鸡鸣声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一间土房，一缕炊烟，一片菜园，四季轮回。远处传来一声夹来吃饭了，这应该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吧。今天迎来了小院初见的第一天，想要在这个位置做一个梦寐以求的茅草亭。开始收拾院内垃圾，因为这块石头太大了，喊来了老爸过来帮忙。小时候记得奶奶告诉我，不好好学习的孩子呀，长大了是要搬砖种地的。瞬间感觉辜负了奶奶的期望。虽然只是短短几秒的搬砖视频记录，却是我一整天的工作。青砖红砖要分开，旧砖新砖要分开。这根碍事的树枝以后拿来做草亭的灯架。明天开始拆这堵墙。做个俗人吧，得之坦然，失之淡然，顺其自然。把童年小院改造成禅意风格第7天，在好几个粉丝的督促下，小院终于有了一些明显变化。首先是我期待的茅草亭，终于有了框架模样。我订的是北方老式房顶，还原小时候房子的原貌，高度2.9米，宽度3.6米，4个师傅溜溜干了3天，所有材料用的都是拆迁旧板，总共花了310块。其次是小院新添了2个成员，一个我喊的青菜，一个我喊的萝卜。把童年小院改造成禅意风格第7天，在好几个粉丝的督促下，小院终于有了一些明显变化。首先是我期待的茅草亭，终于有了框架模样。我订的是北方老式房顶，还原小时候房子的原貌，高度2.9米，宽度3.6米，4个师傅溜溜干了3天，所有材料用的都是拆迁旧板，总共花了310块。其次是小院新添了2个成员，一个我喊的青菜，一个我喊的萝卜。把童年小院改造成禅意风格，看来我这改造啊，弯路是少走不了了。一个没学过建筑和设计的女人，就敢说30天改造老院子。这2天院子里挖了一个池塘，预计2天就能完工的池塘，愣是做了3天。挖深了不说，下水循环、过滤、防水都没有做，直接给整了3遍石灰老户。想要整点创意，结果梦想很美好，现实太冷酷。贴上鹅卵石基础无比，果断放弃。如果你也正准备装修小院，记得关注我，少走弯路。如果你有这样一处空地，你会拿来种花还是拿来种菜？这是我磨烂了3副手套，磨破了手指，一仙仙一车车换来的地方。在追寻童年回忆，追求内心宁静的道路上，有一个女人正在努力前行着。如果你有好的建议，评论区留言，嘉文爱你。3个大男人激烈的画面，你们猜他们在干啥？麦收结束了，雨季也过去了，我开始对池塘边的这块空地下手了。你们猜我要在这儿做啥？做一栋悬浮的小木屋凉亭了。喊来了我们村里有名的2个老木工大哥。这个东西大家有没有见过？大哥说它叫
魅斗，美豆，不得不佩服老一辈人的手艺啊，挺神奇。哎，啥也没有。